绝望。你的灵魂味道应该很不错啊。老祖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会？老祖，可恶！哎！别忘了你们答应过本座了。趁此机会，速速进军！韩立主动请缨出战，兔眉大汗一怔，心中暗松一口气，表面上满口叮嘱小心。韩立微然一笑，也不多言，身上青光流转，纵身化红冲天而去，转瞬间便到了黑袍人对面，双手倒背悬空而立，面上毫无表情。黑袍人目光闪动，上下将韩立仔仔细细打量了一遍，目光渐趋冰寒。原本漆黑的瞳孔竟由黑转绿，泛起一层妖异的幽光，如同暗夜中两盏鬼火。韩立眼光一缩，与那对绿色眼珠对视，只一瞬，便感到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阴冷气息顺着目光直透识海。此人的神魂修为绝非寻常元婴初期可比。他开口第一句便直击要害：“你是妖是鬼？”黑袍人闻言微微一顿，非但没有动怒，反而发出一阵低哑的冷笑：“你觉得老夫不像人吗？”话音未落，周身黑色骤然暴涨，一缕缕如墨浓烟从他体内蜂拥而出，瞬间将他吞没。鬼哭之声随之大作，阴风呼啸扑面，脚下雾海都被这阴气逼得翻涌退散，方圆数十丈仿佛化作一片幽冥鬼域。韩立却神色不变，只轻吐了一口气，原来是人，那便是修炼妖鬼之道的邪修了。黑袍人被他三言两语将底细拆得七七八八，显然耐心已尽，嘶哑道：“小辈废话真多，等老夫灭了你，你就不用再动什么心思了。”黑气再次暴涨，里面隐隐传来骨骼爆响之声，黑袍人的身形竟如吹气般膨胀起来，衣衫寸寸撕裂，转瞬间由一个常人化为身高2丈的巨汉，头生双脚，口吐獠牙，通体青黑，面目狰狞如妖魔降世，连木兰法师见到这一幕都暗自心惊。韩立瞳孔中蓝芒一闪，透过清明灵眼将巨汉的每一丝魔纹，每一寸肌肉的变化看得清清楚楚。看清那妖魔形态的刹那，他脸上首次露出讶然之色，这模样与当年6道传人施展6级真魔功时浮现的幻影一模一样。他沉声追问对方与6道极圣有何关系。黑袍人闻言明显一怔，随即狞笑不再回答，大手在黑气中猛地一挥，一道黑光射出后竟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韩立没有半分犹豫，身形骤然向后暴退数丈，几乎是同一瞬间，他原本站立之处一只碧绿的巨大鬼爪无声无息地浮现，五指合拢狠狠一抓，若是慢上半步，整个人已被那鬼爪捏在掌中。韩立淡淡点破对方的虚实，虽然你用的是魔道功法，攻击手段却像鬼修，若有人把你当鬼修对付，怕要吃亏不小。黑袍人沉默片刻，第二只鬼爪又从韩立脚下无声探出，韩立身形微微一晃，便轻松避开。这一下黑袍人终于沉不住气了，你能躲过鬼鹰爪的连袭，难道你以前见过真正的鬼修？这话一出口，便等于坐实了韩立的推测。韩立轻笑，当然见过，否则在下怎能如此轻易躲过？黑袍人不再言语，脸上最后一丝戏谑也消失殆尽。他知道眼前这个看似年轻的对手远比他预想中棘手得多。黑袍人扬手厉笑，笑声动惊裂石，直冲云霄，周身黑气风卷残云般急速旋转，一股滔天魔气从漩涡中心冲天爆发，巨大的黑影从黑风中激射而出，快如鬼魅，连残影都连成一条黑线，眨眼间便已欺至韩立身前不足3丈。2只青黑色巨爪拉出漫天爪影，每一道爪芒划过空气都带起尖锐的破空力效，成千上万道爪影密密麻麻交织成一片死亡之网，从4面8方同时照下，前后左右全被封死，竟是要将韩立当场撕成碎片。韩立面上的从容之色终于褪去，但眼中却不见慌乱，反而闪过一丝冷静的光芒。他不躲不避，非但如此，甚至将原本护体的清源剑盾都主动撤去，两手猛然一搓，向上一扬，雷鸣声轰然炸响，一道刺目的淡金色电网凭空浮现在头顶，千百道金色电弧如同灵蛇吐信，在韩立周身跳跃缠绕，
将方圆数丈化为一片噼啪作响的雷电禁区。黑影双爪毫不迟疑地狠狠抓入电网之中，他自信天杀真魔功远超普通魔功，区区雷电根本伤不了他分毫。但双爪刺入金网的瞬间，一股难以形容的灼痛从爪间直窜而上，金色电弧竟如活物般顺着他双臂蜿蜒缠绕，青黑魔气在辟邪神雷面前如沸汤泼血般痴痴消融。黑袍人面色巨变，心中轰然一震，他终于想起来了。传功长老当年传授天杀真魔功时，曾再三告诫，此功虽威力无穷，却有数种致命克星，其中一种便是这种金色的辟邪神雷。只是他修成魔功后，罕逢敌手，竟将这条保命铁律彻底忘却了。金色电网已冲破爪影，反向他迎头照下，将所有退路彻底封死。黑袍人惊骇欲绝，大吼一声，身形急缩，2丈巨汉瞬间化为3尺侏儒。但金网紧随而至，他走投无路之下，身体怦然爆裂，化为千百道乌黑发亮的细丝，朝四面八方激射而去。每一道黑丝都承载着一缕神魂，只要有一根逃脱，便可重聚魔音。韩立眼中寒光爆闪，双手猛然一抖，金色电网轰然爆裂为千万道跳跃的电弧，在电光跳跃的刹那，重新编织成一张比方才细密3倍的巨型电网，如同天罗地网般急剧收缩合拢。黑丝撞上金弧，纷纷化为缕缕黑烟，凄厉的惨叫哀嚎在雷光中此起彼伏，如同百鬼夜哭。黑丝无路可退，被迫聚回网中，重新凝成一只乌黑油亮的妖异婴儿，满脸惊惧狰狞，张口喷出层层墨黑阴气，将自己包裹其中，拼命抵挡四面八方逼近的辟邪神雷。韩立神色冷漠，嘴角一丝讥诮闪过，双手金弧猛然粗大3分，4目电光瞬间吞没了全部阴气。惨叫在雷鸣中迅速衰减，挣扎越来越微弱，短短数息后便彻底归于沉寂。金弧一卷一缩之间，只留下一只乌黑储物袋落入韩立掌中。他抬手望了天上目瞪口呆的木兰大军一眼，面上无悲无喜，化身青红飞射而回。从韩立出战到黑袍人形神俱灭，不过数十息之间。下方陆大汉、马姓老者、慕容兄弟、李英宁个个目瞪口呆，古双仆面色铁青，半晌说不出话。上方2名木兰大上师同样四目发直，这位黑袍天哭先生来自木兰草原另一边的庞大帝国，功法和神通远胜天南同阶修士。此前连斩2名元婴，此刻竟被一名看似修为普通的青年3下5除2灭掉，连元婴都未能逃脱。高寿法师和哭药惊骇对望，正犹豫是该继续挑战还是一拥而上时，耳中传来细弱无声的传音：今日锐气已挫，暂时退却，明日再来。天哭生死之事，我自会向神师解释。那声音不知男女，却含3分命令。2人当即依令撤军，临走前脸色阴沉的狠狠瞪了韩立几眼，才转身离去。古双仆问要不要追杀，秃眉大汉摇头说：木兰人虽退未败，还是依靠大阵以逸待劳。众人退回大殿，因为韩立灭杀黑袍人的一幕太过震撼，修士间竟一时冷场。如今再望向韩立，原本心中存有的轻视之意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难以言说的敬畏。陆大汉带头说了几句恭喜，韩立神色如常，微微含笑，只是说话间目光不经意地朝其中一人多瞅了2眼，嘴角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讥讽，很快便恢复如常。众人稍作议论，便各自散去。马姓老者因古堡被毁，元气大伤，急着回去服药静坐，其他人也陆续离开。大殿中只剩秃眉大汉一人独坐主座，低头沉思。片刻后，他突然双眉一跳，低声喝问：谁在那里？大殿入口光华一闪，一个人影含笑现身。大汉认出来人后有些意外，问对方为何隐匿身形去而复返。来者说有秘密必须商量，落云宗韩立很可能是木兰人的奸细。大汉先是一怔，随即哑然失笑说：韩道友今日刚灭杀了一名元婴法师，这话实在可笑。来者叹了口气说有证据，随即翻手取出一枚绿色玉简递上前来。大汉微一踌躇，起身伸手去接，就在手指将要触碰到玉简的瞬间，那人神色骤变，凶厉之色一闪，玉简竟猛然化为一条翠绿小蛇，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口咬住了大汉手腕。陆大汉满面惊诧，但瞬间面孔乌黑发紫，整个人无声无息瘫软倒地。偷袭者喃喃自语：双尾翡翠蛇果然名不虚传，被咬之后元婴连遁出之力都没有。他上前一步，仔细打量着尸体，将那碧绿小蛇收回掌中，另一只手轻轻一招，大汉身上的储物袋飞射入手。此人略显激动地将神识沉入其中，
显然正在翻找某件特定之物，而地上那具尸体已经开始缓缓融化。